当卷不动就躺平，频繁建诸网络，当摆烂是最优解，反复刷屏，身处舆论场的青年难免陷入迷茫。面对扑面而来的消极情绪，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保持清醒，警惕这些看似平常的躺平论调背后暗藏的复杂舆论陷阱。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批判国内的这个躺平这种社会现象的啊，这就有点奇怪啊。你想想，国家安全部平时都是抓特务的、抓间谍的啊，他怎么发这种视频呢？大家接着看啊，这里头有门道。这段视频里头就讲近年来，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平台，刻意放大社会焦虑，歪曲解读发展问题，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消极观念，试图通过制造负面情绪，将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说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跟国内的这些躺平网红、反华媒体勾结主要两个方面。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阶层固化导致努力无用等叙事。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短视频，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你想想，这就是反华宣传混淆是非另外一个呢，还会有一些境外的这些组织，境外敌对势力组织资助国内的一些这躺平网红。我估计他说的是 YouTube， 因为国内不是有一些躺平网红吗？什么小叔什么之类的B 站、抖音通通把他们都给封杀了，然后他们的视频放在 YouTube 上，那 YouTube 上给他们分广告分成那你想想，通过躺平还能赚到钱，这不就是资助这些躺平网红吗？你瞧瞧，这境外敌对势力太坏了这个用心极其险恶。最后他这视频里还讲到了更讽刺的是，在煽动我们躺平时，他们自己正忙得脚不沾地。近年来，有关国家推出系列经济方案、振兴工程、人才计划等，甚至高薪招揽全球人才。可以看出，他们从来不认同躺平，只是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那你想想，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睡觉，他自己呢一路赶路，最后打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进程我看完这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在想他还没点名这境外敌对势力是谁那这到底是谁呢？一般来讲这境外敌对势力也不是一般国家能当的。你比如老毛时期那境外敌对势力都不用讲，就是苏修嘛，苏联嘛。但是这些年这前苏联跟中国的关系又好了，那俄罗斯是不是那是同志加兄弟了铁哥们儿是吧？那现在的境外敌对势力一般来说有这个资格当的也就是美国。你像其他的国家，像加拿大日本你想当中国的境外敌对势力，你不够格对吧？但是你说在这里头讲的境外敌对势力就是美国吗？你看有的信息像，有的信息不像。说这个美国他们自己振兴产业是美国现在振兴制造业，说自己忙的脚尖不沾地谁忙的脚尖不沾地在美国我估计也就是特朗普。特朗普确实特别忙，80来岁的人了是吧？每天忙前忙后的，主要是他想为人民服务想搞终身制他向习近平学习但是一般的美国人，你要说他忙的脚尖不沾地，我觉得不太现实，是吧？那美国人他躺平的多着呢，跟中国人比起来另外一个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挖高精尖人才，好像也不太合适。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不是收紧签证政策吗？把那移民合法的和非法的都往外赶呢，所以给人感觉说的也不是特别的准确。那到底谁是境外敌对势力就这篇视频中间也语焉不详。但是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就立刻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尤其是胡锡进是吧？那胡雕盘也马上就出来发了2个帖子这胡锡进这发帖子我看了他这个信息我觉得他有点反动。为什么呢？胡锡进就说了，他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抱怨，但是我们中国人民每一代人都没有躺平，我们都在努力奋斗呢。那你想想，这不是跟中央唱反调吗？人家中央现在都说了，那很多年轻人躺平，对吧？那你胡锡进你说没躺平，那你这不就是跟中央唱反调吗？另外他还说了，他说这个躺平
他观察周围啊，那结婚的人他就没法躺平。你结婚，你孩子每个阶段你都得花钱呐，你受教育啊，上学呀，对不对？那你就努力的工作啊，怕失业呀。你瞧瞧，胡锡进的话就讽刺我们党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然后呢，年轻人他不结婚吗？不结婚不都跟你这现在的婚育政策有关吗？说实际上就是让你政府怎么让年轻人赶紧去结婚，是吧？反动啊，胡锡进的观点相当反动。但不管怎么说啊，包括胡锡进的帖子，也包括国家安全部的这个视频一出来啊，底下很多网民呢就开始群嘲。有的人就说了，境外敌对势力，一切责任都在美方。这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说境外敌对势力可忙了啊，他一方面就是跟中国搞这个贸易战，另外一方面还在中国扶持躺平网红，让中国都躺平呢。你想想这工作做得多细呀。那有些人就说了啊，他说啊，其实我不想躺平，说我想为人民服务啊。那你比如说你要让我当公务员，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机会？还有人就说了，那我想进中石油、中石化呀，是吧？谁能介绍一下？说老胡，你要是能介绍我，我不想躺平了。我看完你这篇文章之后，我浑身都是力气，我就想进中石油、进中石化。有些人就说你想得美，是吧？你都进中石油、中石化为人民服务了，那谁当人矿啊？谁当牛马呀？是吧？我看到一个更绝的，他说有3个年轻人呐，特别努力的工作，搞出来一个马努斯，一下挣了20亿美元呢。结果呢，一瞬间就打了水漂。结果这3个人现在正在躺平呢，不知道谁能来安慰他一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啊！大家都在群嘲就这个视频。那我今天呢，我就来想讲一下啊，关于就这个视频背后的故事啊，因为这里头有一个比较蹊跷的内容啊。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啊，躺平这个词在中国实际上都有点敏感词了。你比如说，你是做沙发的，或者是做床上用品的啊，你要打广告，你说躺平，这词都不能用，马上都是敏感词。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啊，中国不是整治这些躺平博主吗？把那些躺平的那些账号都给封杀了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国家安全部又自己搞出这么一个视频，说境外敌对势力资助中国的个躺平网红呢？就是有点蹊跷啊。要想理解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啊，从这么几个维度啊去来分析啊。首先啊，我觉得啊，这4月28号这一天啊，有3件事情同时发生。第一个事情啊，就是国家安全部发了这个境外敌对势力资助中国躺平网红的视频。第二个呢，就光明日报发了一篇类似于社论式的文章啊，名字叫做《青春就应该这样》，写在啊这个5·4青年节即将到来之前。这篇文章啊，那就是写的慷慨激昂啊，他就讲啊，说什么少年兴则中国兴啊，过去这100年来，中国这每一次的民族兴嘛，都是年轻人走在前面啊，时代的使命压在自己的肩上啊，那语言都特别像文革一样慷慨激昂啊，想着拥抱时代吧，什么拥抱中国现在的机会吧，等等啊。这也是4月28号。然后这篇文章里头也提到了，说有些人觉得累了，那太内卷了，什么要歇一歇，什么要搞躺平了啊，都是辜负时代的发展进步的这个历史性的窗口和机遇啊。所以年轻人就必须奋起直追，就必须啊承担起你自己身上的责任啊。你看，那么国安的这篇文章啊，他是把这种躺平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归结为境外敌对势力。而这个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则是从正向去激励年轻人，你们都应该啊发愤图强，什么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新时代的呼唤下啊，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到了现在中国制造出海啊，各个方面啊，全都是碾压这种国外的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啊，现在就靠你们了，慷慨激昂啊。2个不同的视角，这是4月28号发生的第2件事情。第3件事情呢，就是4月28号啊，这个中共呢就召开了这政治局的中央经济会议。这个中央经济会议啊，当然也是每年例行的一个会议啊，它是分析今年1季度的经济数据，然后部署啊整个全年的经济的宏观政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实在的，中国核心权力层不就是
这个中央政治局嘛，在这个中央经济会议里头啊，流露出一些信息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一个方面就讲说，今年的一季度开门红啊 ，GDP 增长5%。要知道去年的时候啊，为今年所制定的目标，说 GDP 呢就是4.5%到5%之间，留了一个弹性的口子。但是你想想，一季度的 GDP 直接就飙到5%了，达到今年预测口径的上限，那不就是开门红吗？啊，所以各个方面形势都比较好啊。统计局在公布的时候也讲了，说这个今年的5%的 GDP 的增长中间，其中有84%都来源于内需。过去不都讲吗？你中国的经济发展，你主要靠出口嘛，是吧？你三驾马车过程中间，内需始终不足。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啊，你看84%都来自于内需，但是内需里头又分为投资啊，也跟消费这两块啊。但是啊，其实这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啊，很多业内的分析啊，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一方面，中共公布的统计数据说 GDP 增长5%，形势很好，但是公众普遍感觉啊，就是跟自己的体感差别很大，就是没觉得经济变好啊。为什么没觉得经济变好呢？其实从宏观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来啊，就一季度的 GDP 是增长5%，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只有4%。你看啊，明显低于这个 GDP 的增长幅度，那低于的幅度还不低呢啊，低于20%。第二个，消费增长实际增长在一季度只有2.6%，这三个数据啊就特别说明问题了。你想想，那就说明 GDP 的增长的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而收入增长速度又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公众普遍实际上还是对经济前景啊，他缺乏信心，所以呢，即便是有收入增长，也不敢都花了嘛。然后呢，那就把钱都存起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那就一定是大家对经济增长的前景缺乏信心嘛。所以你看，这就实际上啊，经济增长的宏观数据跟普通人之间的体感之间的差异就明显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一次的中央经济会议中间就讲什么呢？要把宏观政策工具用足，要继续推动就整个这个宏观的积极性的财政政策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啊。当然也反复讲了消费的重要性，也同时还讲了反对内卷的重要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吧，4月28号发生了这3件事情。这3件事情同时发生啊，你很难说啊，就是国安的，包括光明日报的，就是这2篇报道啊，它是有意的部署，因为4月28号同时发生的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近似于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啊，就说明我们现在的整个经济现象啊，确确实实啊，这种所谓的躺平，值得有关部门呢他们警惕。于是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进行特定的报道。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这里头要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你说中国的经济啊，是不是存在着系统性的躺平呢？那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个别的肯定有。那抖音上、B 站上不都有一些人躺平吗？过去那纪录片里不也拍了3个大神吗？是吧？那确实有个别的。但是为什么说系统性的这个躺平不存在呢？其实这个通过宏观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灵活就业人数啊，最新的披露数据已经差不多2.4亿了。整个中国的就业人口只有7.25亿啊，你想想，灵活就业的人口已经到了2.4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整个就业的人口中，差不多有1/3以上的人口都是灵活就业人口。那这个数据是相当可怕的啊！每3个就业人口中间就有一个灵活就业的嘛。灵活就业说起来好听啊，说白了，灵活就业就是你其实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这就叫灵活就业嘛。又不好意思把你直接统计为失业人口嘛。那么这些灵活就业人口主要是在哪些行业呢？积极一点的网红，对吧？这些人呢，多数都是主动的。那抖音上的一些博主啊，
当然他想当网红的人也都是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啊，这是积极层面的。但是大量的实际上是传统产业挤出去的这些人，挤出去的这些人挤到哪儿去了呢？挤到那个外卖呀、送快递呀等等，被称之为蓄水池。那么这个群体现在就构成了中国就业人口中间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外卖的群体，我们过去讲过啊，也包括送快递的，他们的平均劳动时间是多少呢？那据这个有关部门统计啊，他们的平均日劳动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而且其实这个统计本身有水分的，他们统计的往往他们是工作时间，还没有统计这些人的等待时间啊。那么他如果说把等待时间都算上啊，平均每天可能都超过12个小时。你想想，这不是007吗？而且他们也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嘛，对吧？那你想想，这些人他怎么可能是躺平呢？不是躺平啊，是玩命啊！你去看那些送外卖的人，那平均开车的那个时速，闯红灯的时候勇气，是不是？这跟躺平有半点关系吗？没有啊，内卷嘛，这是高度内卷化的一个行业啊。这是灵活就业这个行业啊。你再看全社会，全社会也有这个数据啊。你看这个统计数据里头就讲了啊，现在这个劳动时长，平均每周的劳动时长啊，2024年一周的平均劳动时长是49小时，2025年是48.6小时，2026年的前第一个季度平均劳动时间是48.1小时，这是全社会的平均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啊。那么就算按照2026年一季度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1小时，那也意味着一周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也要工作6天呢，还要多呀。但中国的劳动法不是规定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吗？那你想想，你平均也就是说全社会的劳动中间啊，大家都一周加班1天还要多。但你看这里头苦乐就不均了啊！体制内那些工作人员基本上人家都是朝9晚5嘛，那星期六、星期天能休息嘛？那么你在这一平均，你民营企业的，包括灵活就业的，包括那些工地上的那些农民工，那可能每周工作时间就不止48小时了，我估计50小时以上了，甚至50多小时，对吧？那么这么高的平均劳动时长，你说这个社会中间是存在系统性的躺平吗？显然是不是啊，对吧？就是中国社会中间是不存在所谓的系统性的躺平这个群体的。总体来讲，中华民族是非常勤劳的，通过这个劳动时长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不排除啊，就是在整个这个社会中间，的确有一部分群体他躺平了，但是他这个躺平呢，可能也是不得不躺平。大家接着看啊，大家都知道那清源失业率，那不是有一段时间就不公布了，最近好像又公布了啊，一公布，你看这个信息就披露出来了啊。2026年的3月份，16岁到24岁之间这个就业人口啊，它的失业率是多少呢？是16.9%，这个数字啊又创了历史新高啊。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就业市场啊，对年轻人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你说大学刚毕业就失业啊，那你可不得躺平吗？你不得啃老吗？因为你找不到工作啊，你想要工作没人要你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躺平怎么办？那你难不得去上街去抢劫吗？是不是？那躺平实际上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做法呀。这没有工作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嘛，那怎么办？压缩自己的开支，尽量不找女朋友，尽量不买房，尽量不开支，然后尽量不消费，这不是对社会负责吗？如果他没有收入，他还要去找女朋友，还要去挥霍，然后还去买房，最后呢破产了怎么办？那不就当养家呀，拿刀去杀人呐。所以你说这些年轻人躺平啊，那是对社会非常大的贡献的，应该说是都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干出来的啊。25岁到29岁的失业率是7.7%，你看这个年龄阶段是相对比较好的啊。全社会的公布的统计的失业率是5.3%，那就说明什么呢？现在的失业率实际上是两头都高。两头高是什么呢？一个是16岁到25岁刚刚进入职场的，你的失业率非常高；另外一部分
有50岁以上，失业率重新又高了。那这个社会中间不也歧视吗？35岁以上、40岁以上的招聘就不要了，因为你当人矿、当牛马，你就不太合格了嘛。所以有人就讲了，你看到了，35岁以上的人招聘不要，这估计也是美国人使的坏，他们跟那些招聘单位讲的，不要招35岁以上的，让他们躺平。你看，美国人是吧？一切责任都在美方啊。那么紧随其后，大家可以看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在2025年这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多少呢？是一共毕业了1222万，那有史以来又是最高的。那么他们怎么办呢？又找不着工作，都去考公务员了。通过公务员资格考试资格的人是341万，也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你看这些年轻人，他是想躺平吗？不想，他们想为人民服务，都去考公务员了。当然考不上啊，为人民服务那竞争非常激烈啊，是吧？你不是说你想为人民服务，你就可以随便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看这躺平也是有这种背景的啊。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信息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那么过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啊，导致中国家庭资产啊有70%左右都是房产，所以呢，那信心指数比较高嘛，就能消费嘛。然后房地产呢本身呢，它是一个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建材啊各种各样的产品啊，它这个就业都比较繁荣嘛。但这条经济之路啊，应该说现在已经很难复制了，现在都在保交楼嘛。同时呢，现在的新质生产力啊有个问题，这新质生产力啊，它自己不但吸纳的就业人口非常少，它还在重塑就业机会啊。所以你看，现在 AI 啊，它 AI 在侵蚀着很多其他产业的就业机会，比如翻译，现在这翻译软件越来越厉害了，那你这个翻译这个职业就基本没啥用了。还比如做文案是吧？还比如说一些客服，现在你一打电话进去，其实你不是在跟人聊天呢，你其实都是在跟一个 AI 在聊天，跟一个机器人在聊天嘛。包括现在这个自动驾驶啊，然后呢，你就出租车慢慢的不需要人开了，那么就导致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它对传统产业这个挤压非常严重。那么这里全社会就面临一个问题，就业率你很难实质性提高，就业率很难实质性提高，经济整个前景发展又存在问题，这个时候很多人不就抱怨了吗？想躺平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政府出台啊这样的一些文章，搞这样的宣传，实际上是在他没办法有效的尽快解决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啊，要防止负面情绪的传播。于是乎，国安部门也包括光明日报就开始发这样的宣传文章。但是啊，这里我要讲了啊，实际上躺平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看来啊，虽然说啊它其实不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它的确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什么社会情绪呢？就是我一方面我在当人矿啊，我在努力奋斗啊，但是啊，我总要抱怨几句嘛。我对这个经济前景发展我没有信心，于是我就说实在不行我就躺平了，对吧？那么关于躺平这里的抱怨信息里头有没有道理呢？那国安这个视频里就讲了，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阶层固化导致努力无用等叙事。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啊，或者说这些抱怨本身是不是有道理呢？实际上它是真问题。你就比如说阶层固化这个问题啊，中国是不是存在呢？这实际上是有真实的学术研究啊，在进行这个领域的分析的啊。我就看这个北京大学他们搞了一篇论文，他就研究中国代际之间的这种经济的流动性。他就在这个论文里头就讲啊，他说中国啊，从1970年到1980这个年代和1980到1989这两个年代相比啊，它这个代际的经济流动性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跟自己父辈之间的这个收入的相关性是加强的。这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出生在70到80年代的这个群体，
你自己的收入跟你父母的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是低于80年代出生的到90年代出生的这个区间的。也就是说啊，你越往后，你自己的收入跟你的父辈的这个收入相关性越高，那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啊，这个阶层在固化啊。也就是说，你父亲有钱，你母亲有钱，你孩子有钱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如果你父亲很穷，那你可能很穷的这个概率啊也就比较高了。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那主要有几个这样的指标啊。首先是一个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禀赋啊，他这个遗传性啊，那这个啊，到底通过哪些东西来实现呢？一个是你父母在孩子的这个教育上的投资，你越有钱的家庭给孩子的投资越高嘛。第二个就是这个社会中间对劳动力的平均回报是不是特别高，还是对资本的回报特别高吗？如果对劳动力的回报特别高，那你这个代际啊穿越你父母的收入水平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高。第三个就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你比如说你政府对这些公共教育的投入是不是能弥补不同的收入家庭之间的在教育上投入的这个差异呢？等等啊，就这个因素啊。总体而言，他得出来的结论是，就中国现在的社会啊，阶层固化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这个减轻，相反，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在严重化的。那么我看到有几个学者也在研究啊，到了本世纪，就是这个不同代际之间那个收入的弹性啊，它一个是0.39，一个是0.42，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越来越依赖于你父辈之间的这个收入。而且这里头呢还有一个因素啊，它这里头还有一个现象，在中国啊，越是农村地区，实际这个阶层固化的这个情况啊越严重。因为农村地区没有工业化，所以家族本身的这个财政状况对下一代的影响也更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中国社会的图景啊，阶层固化问题啊，它不是个假问题，它是个真问题。也就是说啊，大家抱怨躺平，为什么躺平啊？就是说你努力没有用嘛，你再努力啊，你不如有个好爹呀，你不如有个好妈呀。所以啊，选择大于努力，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这其实啊，这是躺平理论的社会支持情绪之一，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很多人就讲了，说你越努力越被剥削，什么意思啊？其实抱怨的是社会分配不公。这社会分配不公在中国社会里头是不是存在呢？这个我们过去曾经专门做过节目啊，就在中国的 GDP 里头啊，实际上劳动力的报酬率在整个全世界国家里头始终偏低。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这钱呢，你这创造的财富里头啊，一大部分是被资本拿走了，一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真正的劳动者手中的时候啊，这个比例已经很低了。退休的工资有5万多嘛？第一没退休，天哪！第二到退休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真的叫自讨苦吃。我们做企业，最终企业退休，我告诉你，这个退休的系数是多少？0.3。比如说我长效老哥从总排退休，他至少是1.0，甚至会稍稍高一点点。有的系数会到1.6的，就是你原来工资是1万块，你退休的时候可能变成了1.6万块，这必须得是在体什么制内的啊。对。你包括我夫人，这是提前并退了，50岁并退，50岁不管你原来怎么着，你最后你就是工人，工人就是不可能超过3000块，他就是在北京不超过3000块钱。那是中国社会的分配问题啊。你就拿今年1季度的数据来讲，那你 GDP 增长5%啊，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4%啊，那剩下的差值1%哪去了呢？不知道啊，是谁拿走了我们不知道。但它凸显出来，在中国普通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始终低于 GDP 的增长，这就是分配不公嘛。按道理来讲，你 GDP 增长5%，你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应该达到5%吗？这才正常嘛。甚至你要弥补过去的
不足，你还应该再高一点，对不对？那这个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就是让普通的劳动者觉得，他其实越努力就越被剥削，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在中国，所谓的躺平理论所背后的社会情绪，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你说这是不是境外敌对势力灌输给他们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对吧？因为境外敌对势力是吧，它也不能控制中国的分配机制啊，它也不能导致中国的阶层固化的问题嘛。但是境外敌对势力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向样板，就那个地方它可能人均劳动获得的报酬率比较高，在那个人洗盘子它然后收入都比在中国当个科学家高，那这不是一个反向指标吗？对吧？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啊，把这东西归因为境外敌对势力啊，它是一种矛盾转移。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还可以多讲几句啊。其实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啊，挺有意思的啊。如果我们用阶级的分析方法，你会分析啊，这个境外势力不一定都是敌对的。你就比如说，如果这个资本家在中国，他一直在盘剥工人，境外的人家那个势力没有盘剥工人，那你这个境外的势力就不是敌对势力了，对不对？当年共产党搞革命的时候啊，境外势力那都是革命势力啊，比如说苏联，当时就是境外势力嘛。那共产党天天就说，那苏联要保卫苏联呢，要把这个外蒙古划给苏联，这都是社会进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用的民族主义叙事，用的是一种阶级叙事，因为你国内的这些资本家，你都在剥削工人呐。所以境外势力就是为了打破你这种剥削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阶级分析，工人阶级被剥削，被资本家剥削，这套理论我们已经不讲了。现在要讲你要努力的当牛马，你要努力的当人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境外势力它可不都成敌对的了吗？所以你看，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欧洲这样的国家，人权保障标准越高的，你就越是敌对势力。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人权保障标准搞高了，你中国的牛马不就觉醒了吗？你牛马觉醒了，不想当人矿了，那还怎么剥削你啊？那你这资本家还怎么在中国干呢？那你政府你还怎么搞大国复兴啊？然后你财政收入没办法保证了，也没有钱修港姆了，也没有钱搞G20了，那也没有能力跟美国硬刚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整个境外敌对势力啊，它现在也是一种转换，所以就都必须把这个责任归因到他们身上。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如果不解决，中国人在当人矿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人不停的抱怨。现在之所以啊不让再宣传这种所谓的躺平，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躺平的人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统治，而是不允许你抱怨。当牛马就好好当牛马，你看那牛马有抱怨的吗？你家里的牛，你抽它一鞭子，它抱怨吗？它不抱怨吗？它充其量哀叹两声吗？对不对？这就是标准的牛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你们躺平，不允许你们宣传躺平，就是不允许每一个牛马你在做牛马的时候还想抱怨这样的一个权利。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跳水汇率升，消费降级钱包空玩卡堡垒，烂尾楼虚假赢在里头，丑少领房长孩子多，这种事情很一般，不是制度有软肋，全是美国在指挥。显卡精运没有货 ，AI 发展受折磨就散，月饼鸡肉酱，普京三胖来捧场，产能过剩没人买，频频一直拉清单，所有数据不好看，金融战力早晚算，责任全在美方。不是我们太荒唐，责任全在美方，不管哪里出了错，全是他们的阴谋。
猖狂。这种思潮哪里来？忘记够生活尘封。虽然我也想不通，但这逻辑必须通。责任全在美方，哪怕这是暴雨降，也是气象无极狂。责任全在美方，只要我们不背锅，日子我就照样过。只要有人喊太贵，那是川普加官制；只要有人喊太累，那是资本主义毒；只要这里有火灾，那是地的高破坏。养了懒，他超了速，全是 CIA 在追踪。就业满大街，外卖骑手也不缺，很多店铺走不出，很多老板在痛苦，很多文物挪了我，很多钞票没出个。沾沙县、报名线，谁和真相查不出？这些问题怎么搞？必定有人在搞鬼。